英雄联盟刚进游戏的时候，帧数在550左右浮动 ，CPU 温度62度，显卡温度52度 ，CPU 功耗60瓦。游戏里边的画质、特效开都是最高，并且分辨率的话也是 2.5K。这边的话，上路发生了一波十分激烈的战斗，帧数的话最终是稳定在230左右 ，CPU 温度57度，显卡温度52度。CSGO 刚进游戏时候帧数在300左右浮动 ，CPU 温度70度，显卡温度63度。游戏里边的特效、画质我开都是最高。仅我个人而言，Y9000P 它的屏幕是目前我测过所有游戏本里边玩 CSGO 最舒服的屏幕，没有之一。GTA 5二星雷大神作，游戏里边的特效、画质我开都最高，并且分辨率依然保持了 2.5K。在马路上飙车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165左右 ，CPU 温度80度，显卡温度70度 ，CPU 功耗45瓦左右，显卡功耗120瓦。等红绿灯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170左右 ，CPU 温度85度，显卡温度70度。为了能让大家更直观的看出这台电脑 GTA 5的一个性能表现，所以我让一群佛伯勒给我包围了，这个时候帧数稳定在了80左右 ，CPU 温度75度，显卡温度69度。这也是游戏全过程中的一个最低帧数了，因为游戏里边的特效我开的是最高，所有东西能开的都开了，所以大家在平时自己玩的时候也没必要拉这么满。分辨率的话，你也可以降到 1080P 这样一个水准。穿越火线刚进游戏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360左右 ，CPU 这个时候温度84度，显卡温度66度 ，CPU 这个时候功耗60瓦，显卡功耗112瓦。在飞机上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261左右。跳伞的过程中，帧数稳定在了350左右浮动。快落地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200左右浮动。在房间里搜寻物资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230左右浮动。这边发生了一波较为激烈的战斗，帧数的话最终是稳定在了200左右 ，CPU 这个时候温度81度。在野外驾驶自行车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200左右。对了，忘记说了，游戏里面的特效、画质开的都是最高，分辨率也是 2.5K。永恒无间刚进游戏的时候，帧数稳定在了150左右浮动 ，CPU 这个时候温度80度，显卡温度69度。在野外的时候，帧数是稳定在了150左右，游戏里面的画质、特效我开的都是最高。这边发生了一波激烈的战斗，帧数的话在110到150左右不停的浮动。这样一个情况的话，就是因为游戏一个自身优化问题造成的。游戏过程中的操作感很好，没有明显的一个脱手感。
想要判定一台游戏本的游戏性能到底怎么样，那你一定要拿它来玩一下《赛博朋克2077》。游戏里边的特效、画质开都最高，并且是变态级别的。光线追踪我也开启了 ，DLSS 我也开启了。在野外驾驶载具的时候，帧数最终稳定在75左右。这个时候 CPU 温度70度，显卡温度66度。不得不说，我玩了其他几个游戏，差不多有2个多小时吧，然后紧接着过来测赛博朋克的。当然这个时候 CPU 的这个控温确实做得很不错，拯救者的散热好不好，大家自己心里也有一杆秤了。这边发生了一波激烈的战斗，然后帧数的话是稳定在了60左右浮动。显卡功耗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24瓦。在室内发生了激烈的枪战，帧数的话最终是降到了60以下，现在也就在60左右浮动了。这个时候 CPU 温度75度，显卡温度68度。游戏全过程操作体验感很好，没有明显的一种脱手感出现。